来就不分国度，是不是？热干面，你看你就是酱香油润，多好啊！豆皮你也不差呀，外酥里糯的，对不对？各有千秋。哦呦，走啦，不要打啦，走啦！砰！是不是大家一脸的问号？哎，跨界了吗？不做美食了，改拍武打片呐？怎么这么厉害？你是怎么猜到的啊？开玩笑的啦，因为我们今天呢做的那一款美食啊，跟那个武侠还真有那么一丢丢的关系，因为它和热干面被共誉为武汉早点的绝代双骄。那我们就要说一下，那到底叫什么东西嘞？它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名字，叫豆皮。哎，不是这样的哦，也不是这样的哦，它是长成这样的。好了，我们今天做的那个豆皮呢，它是怎样一个结构？我跟大家说一下，武汉豆皮呀，就是上面一层面皮，中间是糯米饭，下面是臊子。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准备做豆皮都需要哪些食材。面皮呢，我准备了100克的大米，这是40克的去壳绿豆，20克的低筋面粉，这2样我昨天晚上都已经泡好了的哈。好，把它拿开。糯米饭，噔噔噔噔，糯米饭肯定是要糯米，我这里是准备了250克的糯米，也是昨天晚上都泡好了的哈。现在我们来介绍那个臊子都需要什么。豆皮它有很多口味，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做一个3鲜豆皮。3鲜是哪3鲜呢？鲜笋、鲜菇，再是五花肉。但是同时呢，我们还得准备香干、一些榨菜。嘿，你说你不是3鲜吗？这有5样哦。我跟你说啊，前面3个是嫡出的，这边2个是小老婆生的，是庶出的，没有地位，所以就没有名分。其实呢，3呐，在古人的数量单位里面，它是个虚数来的。比如说3人行必有我师焉呐，3人成虎啊。所以大家不要纠结3鲜豆皮为什么要准备5样食材哈，好吃最重要，对不对？最后我们还需要准备一盘葱花，绿葱花。炖臊子的时候还需要一些八角啊、桂皮呀、香叶啊，要一点点这个调料。接下来我们呢就把这个不管是大老婆生的还是小老婆生的全部把它切成丁丁。我建议大家除了肉以外，其他的东西切成小于1厘米的小方丁，到时候它也好入味。因为我们豆皮呀，需要一口能够把那个面皮、糯米饭和臊子吃进去才有风味，所以你那个臊子丁要是切大了以后，它就不是很好沾到糯米饭上面。那个肉可以切大一点，因为它炒的时候它自己它的一个体积会缩小哈。我们现在来把它切得稍微小一点。现在我们就来切五花肉，我们先把皮削下来。这个肉皮就不要扔了吼，你把那个肉皮用刀刮一刮，洗干净。你煲汤的时候把它扔进去，等你的汤煲好以后，这个汤就会很浓稠，那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好，我们现在准备臊子的所有食材，我们都已经切好了。看，现在需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哈，那个鲜笋、鲜肉和鲜香菇的比例最好是2.5:2:1，这样搭配出来的3鲜豆皮，你不想鲜，它都要鲜。只有一个字，鲜。这个笋呢，是我提前都已经焯水焯好的。大家如果买的是鲜笋的话，一定要焯一下水哦，不然它会涩口的。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干嘛？我们就做第2层蒸糯米饭。我们先去蒸糯米饭，倒进去，把糯米摊平，取几个小洞，让那个蒸汽上来流通的比较通畅哈。好，扛上盖子。糯米上气，中大火蒸15分钟就 OK 了。
现在我们趁那个糯米呀还在蒸的时候，因为糯米要15分钟，刚好我们趁那个空档把那个米浆，就是面皮的米浆给打出来。请出万能的又是万能的料理机，我觉得这个料理机真的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对于我来说哈。好，先泡好的100克的大米扔进去，再是泡好的40克的脱壳绿豆，这是绿豆啊，不是黄豆，你不要看错了，它是脱了壳的，是绿豆。再20克的低筋面粉，给一点点盐，要那个面皮有一点点味道，不要给多。这时候呢，我们再给140克的清水。好，我们就开始。吵死我了！好，米浆打好了，我们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嘞？倒进来，你看哈，就是很流畅的一个状态。OK， 现在那个糯米呀，我们已经蒸了12分钟，我要加一个沸水在里面。那这什么呢？其实它就是温水加一点盐，加一点胡椒粉，撒在那个糯米上面呢，那个糯米就会有一点点咸味，再呢吃到口里又 Q， 但又不是那么干，就是这样子。好，其实这时候糯米已经熟了。因为我们撒了沸水在上面嘛，所以还需要再蒸一下。好，再蒸它2分钟就 OK 了。OK。好，现在糯米已经蒸好了哈，就这样拿起走，但是不要把盖子掀开，保持它的温度，让它还是很热的那种。到时候热的糯米啊，才能很好的那个面皮粘连在一块。好，现在呢，我们来炒臊子。先要锅热一下，不要急。先呢，我们就把那个五花肉先去煸一下，把油煸出来。好，现在我们的这个肉已经煸出来一些油哈，也很香。这时候我们把那个香菇先放进去，因为它特别喜欢油，所以先炒它，炒一下。鲜笋、香干、榨菜，再给一些料酒，给一些酱油，给一些冰糖，2颗八角，一点桂皮，几片香叶，把它们炒香。这时候就给一些水，最好这个水量呢能够没过这些食材哈。好，再盖上盖子，打到中大火，让它煮15分钟就 OK 了。好，时间到了，我们来看那个臊子，又开始呜。这时候起锅之前，我们再给点盐，给点黑胡椒。这时候大家看一下，还有一些汤汁，对不对？不要把它收汁，这个汤汁我是要用的哈。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香叶这些佐料都捏出来，不需要了。现在我们那个汤汁是留着干嘛？因为这个臊子会淋在那个糯米饭上面，到时候那个糯米饭哦，它就会吸饱这个臊子的汤汁，就会很入味，很鲜美。所以不要把那个汤汁收得太少，要留一些。这个汤汁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好，现在这个臊子也成功了，我们现在关火，把它盛出来，满满的一大碗臊子。现在呢，我们所有做豆我们所有做豆皮的，所有的我们做豆皮需要的食材。全部都已经做不好，全部都已经做不好。What the fuck？ 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最后一道，做豆皮咯。现在我们就来煎豆皮。哎呦，好 exciting！ 现在呢，我们先做豆皮的第一层，就是面皮这一块，全程小火哈，全程小火，给些油，油不要太多。好，现在我们来煎豆皮哦。对了，如果家里没有料理机的话，也不怕，这个米浆呢，你可以用那个连米粉，对，那个绿豆粉也可以调出那个做豆皮的米浆来。好，现在呢，我们来煎米浆。
那个浆液倒进去的时候，就赶紧的转锅，赶紧的转锅，不然它凝固了以后，那个面皮就会很厚哈。你看它已经有点变色了，它好像有点透明状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蛋液了。因为我这个锅不是很大，就给半碗蛋液就 OK 了。再来转锅，转锅，转锅，让那个蛋液也慢慢的凝固哈。好啦，你看这个蛋液已经凝固了哈，你看它也能够在锅里面很自由的滑动。现在是我的耍酷 time， 怎么嘞？你看啊，待会儿我一颠锅，那个面皮就啪的一下翻过来。这就能代表我有多专业哈！不要眨眼睛哦。对不起，又翻车了。不要眨眼睛哦。我再做一个动作，这是什么？猪油。大家一说啊，猪油，哎，我不要吃什么高脂肪啊、高热量啊。我跟你说，猪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你知道吗？它不光是补虚润燥，而且它还有解毒的功效哦。我就沿着锅边把它化掉。好，我再让它转一下锅哈，让面皮的每一块都能够沾到那个猪油。好啦，现在我们下一步呢，戴上手套。我们就开始做糯米饭了。拿一块糯米饭出来，赶紧盖上盖子哦，不让它冷掉。来，把它压实。为什么要压？让它跟那个面皮充分的在一块，刚好就是在中间是个四方块的感觉。这时候给哨子，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汁哦，它就会淋在那个糯米饭上面。一定要压实哈，再来撒一点葱花在上面，我们把四边给包起来，拿一个盘子扣上去哈，啪，翻过来 ，show time！ 咦，有没有惊艳到你这个颜值哦？我们还要把那个糯米的这一部分再煎一下，我们来装盘喽。我再来撒一点葱花。这就是正宗的武汉豆皮。现在我们就开动喽！吃之前把它咔咔咔切成小方块，方便你入口。我们来尝一尝。我好吃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好好吃！那个外皮啊很酥香，内里呢又很软糯那种。它外面的那个皮子很奇怪哦，它不光有那个蛋香，而且还有那个绿豆的那个清香在里面。我好喜欢这个味道。我现在再来一口它的绝配哈，这叫什么？我们那叫护米酒。我觉得人很奇怪哦，无论你在外面游历了多少年，那个伴你长大的美食哦，你总是念念不忘。哎呀，今天太感恩了，让我感觉我又回到了我的故乡哈。如果今天大家跟我一样也非常开心，请跟我点个赞。如果你们好奇我下期还会做什么家乡的美食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OK， 拜拜。